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周遵义。您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疑惑，或者亲身经历过这样的对比？同样是喝了一杯水，有的人没过20分钟就得匆匆忙忙跑一趟厕所，而有的人喝了水之后能稳稳当当坐上大半天，甚至好几个小时都没有尿意。这时候心里难免会犯嘀咕，这两种情况到底哪一种才是正常的？哪一种代表着肾脏更健康、更强壮呢？今天我必须得把这里头的门道给您聊清楚。您可千万别小看排尿这件再平常不过的小事，它就像一面镜子，能非常直观地反映出您身体内部，尤其是泌尿系统这个核心车间的真实运行状况。今天周医生就把这背后的生理奥秘、健康信号以及咱们普通人该怎么判断和应对，给大家来一次彻彻底底的大揭秘。这真相可能跟很多人想的不太一样，您可得认真听好了。第一，人为什么要喝水，又为什么要排尿？这尿液到底是怎么从一杯水变出来的？肾脏、膀胱它们在里头各自扮演了什么角色？第二，喝水后马上就想小便的人，他的身体里可能正在发生什么？有哪些常见的，甚至需要警惕的原因？第三，相反，喝水后半天都没尿意的人，这又说明了什么？难道真的是肾功能强大的表现吗？这里头可能隐藏着哪些健康的陷阱？第四，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到底什么样的排尿频率和习惯才是真正健康的黄金标准？周医生教大家一套非常实用，在家就能自我观察的排尿健康自查法，以及如何通过调整日常生活习惯来养护好咱们的肾脏和整个泌尿系统。这里头的学问和技巧关乎每个人的基础健康，您一定得记牢了。咱们首先得解决最根本的一个疑问，这喝进去的水是怎么一步步变成尿排出来的呢？听起来简单，里头的工序可复杂着呢。这还得从咱们身体里那套精密无比的水处理与废水排放系统说起。咱们的整个泌尿系统就像一个现代化城市里的自来水厂加污水处理厂加储水池加排水管道的联合体。咱们喝下去的水经过肠胃吸收进入血液，血液就像城市里四通八达的供水主管道，而肾脏呢，就是这个系统里最核心、技术含量最高的超级净水与污水处理双重工厂。它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工作，主要干2件性命攸关的大事。头一件是把血液里身体新陈代谢产生的各种废物和毒素，比如肌酐、尿素氮、多余的盐分给过滤出来，这些就是污水和垃圾。第二件呢，它又像个精明的资源回收站，在过滤的同时，绝大部分的水分还有血液里有用的营养物质，比如葡萄糖、蛋白质、红细胞，都得重新吸收回血液里，保持咱们身体这潭活水的前进和平衡。这个过滤和重吸收的过程就产生了原尿。您可能想不到，肾脏一天过滤出来的原尿足足有180升，差不多相当于3-4桶桶装水的量，但最终排出来的尿只有1到2升，那剩下的170多升哪去了？对，都被肾脏这个节水大师重新吸收回去了。接下来，这初步处理过的已经去掉大部分有用物质的预处理废水，也就是尿液，就通过2根细细的下水道输尿管，一滴一滴的流向下游的一个储水囊，也就是膀胱。膀胱这个器官特别有意思，它就像一个有弹性的橡胶水囊，或者说是个智能的缓冲储水池。它的内壁覆盖着一层特殊的感受器，就像水位感测器。当这个储水池里的尿液积累到一定量，感测器就会向大脑这个总指挥部发送信号，报告大脑，膀胱快满了。这时候，大脑会根据当时的环境和情况做出判断。如果正在开会、开车或者找不到厕所，大脑就会下令，膀胱括约肌，你给我收紧了，排水阀门不许开。这就是我们能憋住尿的原因。等到找到了合适的时机和地点，大脑才会一声令下，全体注意，准备排尿。膀胱的肌肉强力收缩，同时括约肌放松，阀门打开，尿液就通过最后一段排水管尿道顺利地排出了体外。您看，从喝水到排尿，这是一个涉及吸收、过滤、传输、储存、神经信号传递和肌肉协同作战的复杂过程。任何一个环节出了状况，都可能表现为排尿习惯的改变。那肯定有朋友注急了，周医生，您讲的这些原理我大概懂了，您就快告诉我吧，我这种一喝水没多久就想上厕所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肾虚啊？还是肾脏有毛病？您别着急，也千万别自己乱扣肾虚的帽子。这喝水后马上想小便的情况，在医学上我们可以称之为尿频，尤其是如果每次尿量还不多，这背后的缘由可多了，咱们得具体分析。有些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有些则可能是身体发出的警报。总的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找原因。第一种可能，也是最常见的情况，纯粹是生理性或习惯性的。咱们的膀胱和它连接的神经是会被训练和惯坏的。比如说，有的人从小就养成了频繁排尿的习惯，或者因为工作性质不得不经常主动排尿，久而久之，膀胱的预警阈值就降低了，可能里面只存了150毫升，甚至更少的尿液，膀胱壁上的感受器就开始大惊小怪地向大脑报警，产生强烈的尿意。这就像那个狼来了的故事，总是提前报警，膀胱就变得敏感了。第二种可能，就要考虑到膀胱本身容量的问题了。有的人膀胱天生就像个小酒杯，容量偏小，装不了多少水就满了，那自然就需要更频繁的清空，这属于个体差异。但更重要的是后天导致的膀胱有效容量减少。最典型的就是女性怀孕中后期，增大的子宫直接压迫到后面的膀胱，让膀胱的实际储存空间大大缩小，所以孕妇尿频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另外，一些盆腔手术后，或者膀胱本身有炎症、结石、肿瘤等问题占据了空间，也会导致膀胱容量变小，引起尿频。第三种可能，也是需要高度重视的一类原因，就是膀胱或尿路受到了不良刺激。这就好比储水池的内壁发炎、破损了，变得非常娇气。最常见的就是膀胱炎，尤其是女性，由于尿道比较短直，细菌很容易逆行感染，引发膀胱炎。膀胱黏膜一旦发炎，就会处于一种过敏状态，即使只有很少量的尿液，也会产生灼烧感、刺痛感和急迫的尿意。总想尿，但每次只能尿出一点点，排尿时还可能伴有疼痛，这可不是膀胱容量问题，而是它待不住水了。第四种可能，则与咱们今天关心的核心肾脏的处理环节有关，但情况恰恰相反。有些人一喝水就尿，未必是肾脏不好，反而可能是肾脏的浓缩功能暂时性的偷懒了。什么意思呢？前面讲过，肾脏要把180升原尿浓缩成1到2升中尿，这个浓缩能力需要肾脏里一个叫做髓质的区域形成一个高渗透压的环境来完成。如果某些原因导致这个浓缩功能暂时下降，那么肾脏重吸收水分的能力就会减弱，产生尿液的速度和量就会相对增加变快。最常见的情况就是你一次性喝了大量的水，尤其是短时间内好饮，身体为了迅速平衡血液浓度，会下令肾脏少回收点水，加速排水，这就造成了水利尿，很快就有尿意。还有些疾病，比如最典型的尿崩症，肾脏就像关不住水的龙头，几乎无法浓缩尿液，那就会出现极度口渴、狂喝水，然后马上排出大量极度稀释的尿液的情况。当然，这属于比较少见的内分泌疾病。喝水后长时间没有尿意，在医学上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尿量过少这个问题。一个成年人在正常饮水、没有大量出汗的情况下，24小时的总尿量如果持续少于400毫升，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身体里的废物和毒素排不出去，堆积在血液里。为什么会排不出去呢？问题的根源往往就出在水处理工厂、肾脏，或者是它的下水道被堵上了。第一种可能，也是最直接、最可怕的原因，肾脏本身的过滤功能严重下降了。这就是各种慢性肾脏病发展到晚期的共同表现。肾脏里那数以百万计的肾单位，因为各种原因大面积损坏、硬化、报废了，能工作的滤芯越来越少，工厂的污水处理能力就急剧衰减，根本生产不出足够的尿液来。身体里多余的水分和毒素排不出去，就会滞留在体内，表现为尿量减少，同时伴有水肿、乏力、恶心、皮肤瘙痒等一系列症状。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等感觉到明显尿少时，肾功能往往已经损伤的比较严重了。所以千万别把能憋尿半天不上厕所当成肾功能好的表现，这可能恰恰是肾脏在沉默中走向衰竭的信号。第二种可能，
是身体极度缺水，根本没有多余的水分可以形成尿液。这就好比自来水厂的源头缺水了。比如在夏天高温环境下进行重体力劳动、剧烈运动，出了大量的汗，又没有及时补充水分，或者是因为严重的腹泻、呕吐，导致身体水分从消化道大量丢失。在这种脱水状态下，身体会启动最高级别的抗旱保命机制，通过神经和激素调节，命令肾脏，现在是旱季，每一滴水都极其珍贵，给我最大限度的重吸收水分，不惜一切代价减少排水。于是肾脏就会拼命地把原尿里的水分再吸回来，导致尿液被高度浓缩，尿量变得极少，颜色像浓茶一样深黄。这是一种身体的保护性反应，但也是一个提醒你必须立刻补水的红色警报。如果不及时纠正，严重的脱水会导致休克，同样会损害肾脏。第三种可能，问题出在下水道被堵了，也就是尿路梗阻。肾脏这个工厂还在兢兢业业地生产尿液，但输出的管道被堵死了，尿下不来，自然就没有尿液，没有尿排出来。这种堵塞可以发生在多个位置，最常见的是老年男性的前列腺增生，增大的前列腺像一个阀门，把尿道给挤压得越来越窄，排尿越来越费劲，最后可能完全尿不出来。膀胱胀得很大，但就是排不出，医学上叫急性尿潴留，这是非常痛苦且危险的急症。还有就是输尿管结石或者腹腔内肿瘤压迫了输尿管，导致肾脏产生的尿液无法顺利流入膀胱，堵在了上游。这种情况下，受影响的那一侧肾脏会因为尿液积压而迅速膨胀，导致肾积水，时间长了肾脏实质就会被压坏、萎缩。所以无尿、少尿伴随腰背部剧烈胀痛，必须马上就医。第四种可能与身体的水液调节中枢或分配系统出现紊乱有关。有些疾病状态下，身体里的水分跑错了地方，没有好好的待在血管里参与循环，并最终被肾脏过滤，而是大量渗漏到了组织间隙中。最典型的就是心力衰竭，心脏这个水泵没力了，无法有效地把血液泵出去，导致血液淤积在静脉系统，压力增高，水分就被从血管里挤到了组织里，形成身体下垂部位的水肿。听到这里，您是不是倒吸一口凉气？原来喝水半天没尿意，背后竟然可能藏着肾衰竭、脱水、尿路梗阻、心衰这么多吓人的问题，这可比单纯的尿频要严重得多。下面就为大家揭晓真正健康的排尿模式应该是怎样的。首先，从频率上来说，健康的成年人白天排尿次数通常在4到6次左右，夜间排尿0到1次是比较理想的。这是一个大致的范围，会因为饮水量、气温、出汗情况、个人膀胱容量习惯而有所波动。比如你今天喝了2000毫升水，比平时多，那多上1、2次厕所是完全正常的。关键是看趋势和是否有伴随症状。如果频率突然发生明显改变，比如从以前的1天5到6次，毫无缘由的变成了10几次，或者相反，变成了只有2到3次，这才是需要关注的信号。其次，从尿量上来看，每天总尿量在1500毫升到2000毫升之间是比较合适的，这大致相当于3到4瓶矿泉水的量，这能保证身体代谢产生的废物被充分溶解并排出。您可以通过观察来大致判断，尿流有力，呈连续的弧形，一次排尿量能达到300毫升以上，并且排尿后有明显的排空感和舒适感，这通常说明膀胱功能良好，尿道通畅。再者，从尿液性状上观察，这是周医生认为普通人最直观、最有效的健康晴雨表。健康的尿液颜色应该是清澈的淡黄色，像淡淡的柠檬水，这说明水分充足，尿液浓度适中。如果颜色像白开水一样无色透明，可能意味着短时间内饮水过多，或者肾脏浓缩功能有些许调整。如果颜色呈深黄色，像浓茶，那肯定是身体在提醒你，水喝得太少了，赶紧补水。如果尿液出现了不正常的颜色，比如洗肉水一样的红色、酱油色或可乐色、乳白色等，那就必须立即就医检查。最后，健康的排尿感觉应该是轻松、顺畅、无痛的，从有尿意到找到厕所，这个过程是可以被从容控制的。排尿时不需要腹部用力挤压，尿流自然有力，中间没有中断。
结束后没有滴滴答答不尽的感觉，也没有尿道灼热、刺痛、小腹坠胀等任何不适，整个过程一气呵成，轻松自如。讲了这么多关于正常与异常的理论知识，接下来就是咱们最关键、最实用的实操环节了。周医生知道，大家听完后最关心的问题肯定是：周医生，道理我们明白了，可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才能让自己的排尿变得更健康，更好的保护肾脏呢？难道每天还要拿个量杯接尿测量吗？这也太麻烦了。大家别担心，养成好习惯贵在坚持，方法却要简单易行。我给大家总结了一套非常容易记住的护肾排尿健康生活法则。这个健康法则的核心可以概括为12个字：会喝水，不憋尿，勤观察，早就医。第一，会喝水，这是保养整个泌尿系统的基础中的基础。喝水不是渴了才喝，而是要主动的、均匀的喝。成年人每天建议饮水量在1500到1700毫升，如果出汗多、天气热，还要适量增加。最好的饮品就是白开水或淡茶水，要避免把一天的水量集中在某个时间段好饮，这会给肾脏和膀胱带来突击性负担。正确的做法是把饮水平均分配到一天当中，晨起一杯可以补充夜间丢失的水分，稀释血液，工作间隙、午休后、下午茶时间都喝上一些。睡前1到2小时适当减少饮水，以避免夜尿影响睡眠。这种细水长流式的饮水能让肾脏从容不迫地进行过滤工作，保持尿路的清洁和通畅，有效预防结石和感染。第二，不憋尿，这是一条必须遵守的铁律。膀胱就像一个有弹性的橡皮囊，长期反复的过度充盈，会把这个囊壁撑得越来越薄，越来越松弛，导致收缩无力，最终可能引起尿潴留。所以，一旦有了比较明确的尿意，就应该及时去厕所排空它，不要因为忙、因为懒或者因为找不到厕所而一忍再忍。第三，勤观察，这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把自己当成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每天上厕所时，不妨花1秒钟看一眼尿液的颜色和性状，是清澈的淡黄，还是浓茶色，有没有异样的浑浊、泡沫或者颜色。同时，留意一下自己排尿的感觉和频率有没有明显的持续性的变化，养成观察的习惯，就能做到心中有数。第四，早就医，这是最重要的一条底线原则。自我观察和自我调理是有界限的。如果您发现自己的排尿习惯出现了以下这些红灯信号，请不要犹豫，也不要自己上网乱查对号入座，更不要听信偏方，而是应该立即去正规医院的泌尿外科或肾内科就诊。一、尿量明显减少或完全无尿，尤其伴有浮肿时。二、尿频、尿急、尿痛的症状持续存在，甚至加重。三、排尿困难，尿线变细、分叉，需要用力挤压腹部才能尿出。四、肉眼可见的血尿。五、尿液泡沫多且长时间不消散。六、腰部或下腹部持续性胀痛、绞痛。比如一位55岁左右的男性办公室职员，平时饮水习惯一般，最近发现自己白天排尿次数好像增多了，但每次量不多，晚上起夜也从不起，变成了1到2次。他可以这样来应对和自我调整：首先，有意识地增加日均饮水量，准备一个有刻度的水杯，确保白天工作期间均匀喝足1500毫升左右的白开水。其次，养成不憋尿的习惯，有感觉就及时去厕所，然后观察1周后的情况。如果通过增加均匀饮水，不憋尿，尿频和夜尿症状有明显改善，那可能就是之前饮水不规律，偶尔憋尿导致的膀胱敏感。如果症状没有改善，甚至出现了排尿等待、尿线变细的情况，那么就应该果断去医院泌尿外科检查一下，排查最常见的前列腺增生等问题。最后，也是今天谈话中最重要的一点，排尿习惯只是一个观察窗口，它反映的是背后整个系统的健康。维护肾脏和泌尿系统健康是一项综合工程，绝不仅仅是多喝水那么简单。它在这里有几条郑重其事、关乎长远健康的提醒，必须要叮嘱大家。因为在门诊中看到太多因忽视这些基础问题而导致严重后果的案例，实在令人痛心。第一，控制好你的血压和血糖，这是保护肾脏最有效的药物。长期的高血压和高血糖
是损害肾脏血管最厉害的2把软刀子，它们会让肾脏的滤网慢慢硬化，失去弹性，功能一点点丧失。很多患者最初只是血压高一点，血糖高一点，没感觉，不当回事，等到出现排尿习惯改变、浮肿、乏力时再查，肾功能损伤已经很严重了。所以定期监测血压、血糖，如果发现异常，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严格控制在达标范围，把血压、血糖管好了，就等于为肾脏筑起了最坚固的防洪堤坝。第二，坚决避免滥用药物，尤其是对肾脏有潜在损害的药物。肾脏是药物代谢和排泄的主要器官之一，很多药物或其代谢产物需要经过肾脏过滤。如果不遵医嘱，长期大量服用某些止痛药、某些抗生素，或者盲目服用成分不明的中草药偏方、保健品，都可能直接损伤肾小管或引发间质性肾炎。用药前一定要咨询医生或药师，特别是本身就有肾脏基础疾病的人。第三，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给肾脏减负。这包括饮食上避免过咸，适量蛋白质，少吃高嘌呤食物，预防高尿酸，戒烟限酒。烟草中的尼古丁会收缩肾血管，影响肾脏供血。保持规律、适度的运动，有助于控制体重、血压和血糖，促进新陈代谢。避免熬夜和过度劳累，让身体和肾脏有充分的时间进行修复和调整。第四，定期体检，特别是尿常规和肾功能检查。肾脏是沉默的器官，早期损伤往往没有典型症状。对于健康成年人，尤其是40岁以上，或有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等风险因素的人，每年做一次健康体检，其中务必包含尿常规和血肌酐这2项简单又便宜的检查。尿常规可以早期发现蛋白尿、血尿、感染，血肌酐能评估肾脏的过滤功能，这是发现早期肾损伤最直接、最经济的手段。早发现、早干预，才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好我们宝贵的肾功能。好了，今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了这么多关于排尿频率与肾脏健康的知识。最后，咱们一起来简单回顾和总结一下今天内容的重点的一点。面对不同的排尿习惯，要科学看待，不要妄下结论。喝水马上小便不一定是肾不好，可能与膀胱敏感、炎症、习惯或短时饮水过多有关。而喝水半天没尿，反而更需要警惕，可能是肾功能下降、脱水、梗阻或其他严重疾病的信号，绝对不能简单等同于肾功能强大。第二点，健康的排尿有黄金标准，白天4到6次，夜尿0到1次，尿液颜色为清澈淡黄色，排尿过程顺畅有力，无痛无不适。学会观察自己的尿液性状和排尿感觉是重要的自检手段。第三点，掌握科学养护的12字核心法则，牢记会喝水、不憋尿、勤观察、早就医这12个字，并将其融入日常生活，就能让您的泌尿系统运行在最佳状态，从源头上预防许多问题。第四点，永远铭记护肾的根本与底线，控制好血压、血糖是基石，避免药物滥用是红线，坚持健康生活方式是保障。定期进行尿常规和肾功能检查是早发现的关键。排尿问题只是一个表象，综合管理全身健康才是对肾脏最好的呵护。把喝水排尿这件小事看明白了，做对了，就是在用最简单的方式，为我们身体里那对默默奉献、劳苦功高的肾脏，进行着最基础也最重要的日常维护。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所启发和帮助，请您不吝点个赞，并把它分享给您所关心的家人、朋友。让我们一起用科学的知识武装头脑，用智慧的选择指导生活。我是周遵义，我们下次再会。